那一年，我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253块，决定跟文具店老板拼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那张在小学生眼里价值堪称比特币的洛克人电板。嗨，我是小搞，一个用动画写日记的肉团。这个故事要从这家文具店说起。如果你住在台湾新北新店，你一定听过一家文具店叫做那里走道狭窄，灯光闪烁，柜台后面永远坐着一个脸很臭的老板。但对那时候的小学生来说，那里就像什么都有的高级百货公司。每周三英文补习班下课，我都会握着微薄的孙中山走进去寻宝，目标通常是最新的柯南或是金田一。如果钱不够，就买那种重看不重用，不小心撬一下就断水的原子笔。但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老板旁边的命运签筒，有时候是集点数，有时候是集字，偶尔也会直接中奖。虽然奖品大多是一些盗版文具，但对我来说，它们就像 PS5 一样有吸引力。有次我像往常一样走进文具店，突然余光感受到一股能量，我定睛一看，是震雷洛克人电板，上面写着“集满洛克人”3个字即可兑换。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多爱洛克人吗？在小学生的世界里，电板等同货币。帮占图书馆位置1张电板，帮你做打扫工作3张电板，帮你占篮筐5张电板，加1只蚕宝宝。如果想要成为全校最有地位、走路有风的绝对王者，代价是1张震雷洛克人电板。我毫不犹豫投入了毕生积蓄，整整253块，开始疯狂抽签。但很快我就发现，抽到明线惠顾的几率极高，我急到大学都不一定凑得齐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所以组织了一个电板互助会。每次下课，我的座位周围就挤满了热爱洛克人的臭男生。我用2张人跟你换课。屁了，我花了300才抽到的耶。才300就在叫。好了，不然我再给你1只蚕宝宝，不能再多了。好了，问。很快，大家都挤到了课跟人，但问题来了，怎么都没有人抽到过洛？我们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老板根本就没有把洛放进去？但没人愿意说出口，因为我们宁可相信是自己手气差，也不想承认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是个唬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逛另一家书局时，无意间看到一叠熟悉的图案，那个皱巴巴的封膜，还有廉价的塑胶味，这些电板将改变我的命运。第二天，我来到学校，原来这就是走路有风的感觉啊！这就是新的人生了。各位同学早啊！今天有人换到电板了吗？就在那一刻，那个让我砸下所有积蓄的圣物，突然变成了一张没有人要的塑胶垃圾。性价比是7用出雷声卡。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